于爱卡头喊奶妈救命，把爱姐都卡成松狮了。果然大头有大头的烦恼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昨天于爱刚出来上班，就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，准备上班摸鱼。一看现场游客这么多，身为二馆长的他，为了虫洞的业绩，便开始整点活。就是这里，爱姐脑袋撞进吊桥，还准备爬上吊桥，结果不论她怎么用力，就是上不去。可不嘛，他也不看看自己的体重，等他发现准备下来时，结果因为头大，脑袋直接卡住了，特么的把爱姐都卡成松狮了。然后爱姐疼的就大喊救命，身后怎么还有2只吃瓜群众呢？帮忙喊一下奶妈呀！最后爱姐费了9牛2虎之力，冒着毁容的风险，硬生生把脑袋强行给扯了出来。爱姐看着卡自己头的吊桥，火虽然憋了一肚子，最终还是没敢撒。灵了！虫洞知道此事后，替爱姐报了仇，吩咐工作人员将吊桥给撤走了。就这样，吊桥1号下线。就在今天，游客去看于爱时，发现院子又上新了新吊桥，可爱他们还争抢着去玩呢。就这样，2小只在吊桥上开始了日常作妖。突然，爱姐准备揍哥哥时，身体不小心漏了下去。哈哈，这个新吊桥增加了彼此之间的缝隙。现在虽然不会卡脑袋了，但是会漏猫，漏就漏吧。比起卡头，它对熊猫不会造成伤害。熊猫是不是没有尾巴呀？叶子能听懂普通话，不仅现场回应游客，还拉了那个啥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荷叶和花花各自吃着苹果，二狗没到，荷叶便化身为土匪。看来即使没有二狗和艾灸，只要有其他熊猫在，花花都难逃食物被抢的命运。拿来吧你！哎呀，花花长大了哈，不再是任熊宰割的小熊了，这次知道护食物了。可是最终食物还是被叶子抢走了。但是花菊展开了反击，对着妹妹就大打出手。可是花花是个战五渣，没几下就被叶子用身体压在地上。看到没有，这就是不睡午觉长不高所带来的副作用，被压着毫无反抗之力。打着打着，2熊都打累了，然后就睡起了午觉。这时游客突然来了一句：大熊猫怎么没有尾巴？熊猫是不是没有尾巴呀？但怕有哦，我记得它好像有条黑色的尾巴。没想到叶子不仅现场展示了自己尾巴，还顺便拉了那个啥。这一幕直接将现场游客给逗坏了，以至于花花下班回到内舍后，想起游客说的话，不停地寻找着自己的尾巴。他左扣扣，发现没有，又换右手扣。花菊呀，尾巴不是被你坐住了吗？这只差点被妈妈作死的大熊猫叫做福来，就是那只靠着挂门走红网络的大熊猫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妈妈祈福正在带福来，祈福因为屁屁痒，一直躺着身子抓，这姿势还是相当销魂的。抓痒时，福来就被抱在手中，途中差点被压到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就要出意外了。当饲养员送来嫩竹时，祈福起身拿竹子，不小心把福来压到了屁屁下。由于在专心干饭，祈福并没发现自己做了个东西。几百斤的老妈将几十斤重的女儿压得那是嘎嘎乱叫。哥哥福顺看到后就要救妹妹，无论福来和福顺怎么呼叫，祈福都没反应。福顺心急的就咬了妈妈一口，可是妈妈一心只想干饭，以为是孩子在调皮，就没有理他们。就在这时，福来的叫声逐渐嘶哑，感觉都快嘎掉了。妈妈听后这才站了起来，福来这才从鬼门关走了回来。搞笑的地方来了，祈福还以为自己压到了福顺，不停地安慰福顺，求福来心理阴影面积。明明受伤的是自己，妈妈安慰却在哥哥，太可怜了。来教花花爬树，真的好费熊猫。先是干妈圆润教花花爬树，圆润刚带花花那会，发现这么大只熊猫既然连爬树都不会，于是他发誓一定要教会花花爬树。圆润先自己上一遍，让花花先看，然后站在木架上让花花试试，结果花花怎么样都爬不上去，圆润在上面急得自己直晃悠。爬树学不会，多余那是不用教都会。
干妈没有教会姐姐二狗上阵教花花爬树，和妈妈一样，二狗先展示一番。花花表现得十分懂事，在现场好好看好好学。二狗话音刚落，就往树上爬，不一会的功夫，二狗已经爬了上去。旁边的花花看的也是跃跃欲试，趴在那里想尝试，结果试了好久，愣是一步都没有爬上去。二狗看见花花还在原地，瞬间心如死灰，转头就要离开。干妈被气哭，姐姐被气坏，妹妹和叶只好硬着头皮教姐姐。为了让姐姐学会，叶子还放慢了速度。教完以后，然后下树让姐姐试试，多练几次就会了，快上！别拉我，我才不上呢。结果花花辜负了妹妹的好意，直接拒绝爬树，气得荷叶直接兔子跳，现场都整自闭了。谁叫叶子是亲妹妹呢？爬树教不会，爬坡总该能学会吧？于是叶子转头教姐姐爬坡，结果花花连坡都爬不上来。看着这么菜鸡的姐姐，叶子当场都崩溃了。果然教花花爬树都挺费熊的，那些教过花花的大熊猫，一个个都怀疑熊生了。这只正在关门的大熊猫叫做新一，他以为下班时间到了，便回家关门，停止了营业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新一刚上班，就听到有人叫自己靓仔。就这样，他在姨们一声声靓仔中迷失了自我，心情大好的他便开始了整活，心想着靓仔都当了，不能让姨姨们的票白买。果然，只要是能行走的动物，都禁不住捧杀。反正当时整了一系列动作，并在一阵阵的欢呼声和彩虹屁中，他逐渐迷失了自我。有些游客为了更好的视角看到他，竟然也学星一爬树，然后保安就叫树上的游客下来，结果喊成了树上的熊猫下来。树上的熊猫下来，树上的熊猫下来，里边树上的游客下来。星一还以为下班时间到了，保安叫自己回家，他便以最快的速度从树上下来，并向家里跑去。来到家里后，发现饲养员也不在，然后就在房间溜达了一圈。几分钟后，星一好奇饲养员怎么还不关门，平时自己一进来门就自己关上了，然后来到门口就准备自己关门。关门前他还打量着室外的游客，他很好奇为啥今天游客都还没走，下班不积极，脑壳有问题。然后他就只关门停止了营业。操！要不是有监控，谁敢相信熊猫妈妈大半夜和宝宝抢玩具玩？大半夜，他熊已经呼呼大睡。有这么一对母子，为了玩秋千，正在激烈的展开战斗。宝宝说自己还是个宝宝，这个秋千应该自己玩。熊猫妈妈说，谁还不是个宝宝呢？白天带你那么辛苦，晚上玩下秋千怎么了？谈不拢的两熊，此时不管辈分大小，不分年龄老幼，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赶走对方，自己独占秋千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最终肯定是熊猫妈妈胜出。在双方激战了981个回合后，熊猫妈妈以险胜的结局将宝宝赶下了秋千。除了那对大熊猫母子抢秋千外，还有大熊猫母女抢食物呢。当年小丫头为了吃到笋笋，还拉女儿小新撞铁门呢。铁门是哐哐的响，小新心里是拔拔的凉。求小新心里的阴影面积。也正是因为这个视频，很多网友认为小丫头没有母爱，然后投诉到基地，导致小丫头后面生下的娃她都没有带过几天。实际上，这对于大熊猫来说再正常不过了，这也和母爱没有多大关系，因为它们该爱还得爱，该吃还得吃，即使小新被掀翻在地，也丝毫不影响小丫头对他的爱。不信你瞅瞅芒仔一家，大飞机在的时候，芒仔天天抢着小五的飞机开，飞机被抬走后，金主爸爸又送来了小汽车，芒仔又抢小五的汽车开。芒仔对小五的爱，那在熊猫圈都是一段假话。果然，熊猫无论生多少个娃，他们至死都是个宝宝，只要在不危害孩子的情况下，像什么抢孩子玩具玩、抢孩子吃的呀，在他们的圈子那都再正常不过了，只不过是有些姨姨们多心了。